给客户家装一个马桶，客户自己量的坑距是没有问题，但是看到那个水管了吗？这个水管碍事儿了。多年以前的自建房，这个下水管用的也是75的，这么看的话和法兰圈那个塑料壳直径差不多一样大。这个要放下去的话和上一次处理的方法一样，用角磨机给它挖了个洞，把这个法兰圈做下去了，用胶给它焊死。装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，法兰圈是没有问题了，但是要装这个马桶40的，哎呀碍事儿了。后边的这个水管呢刚好顶着马桶这个后边缘，法兰圈刚好对不上，如果用一味法兰的话尺寸也不够，大概相差个4公分左右，4到5公分。像这种情况大家觉得如何处理呢？这个马桶要装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？我绞尽脑汁的给他想了一个办法，也是可行的，但是有一定的风险。我的方法呢就是把马桶后边缘底部的位置用磨机给它切一个月牙状，然后把那个水管套进去，其实也不影响安装，但是有风险呢，就是说切的过程中万一会破了怎么办？客户不承担这个风险，我赚那点切割费我也承担不起。几十块钱的切割费和人家这个产品比起来，这个风险比例不对等，我也不能保证。但是按我心里去判断呢，应该是问题不大。但是这个陶瓷的东西谁也说不了100%，所以说这个话要提前说好。客户的意思，那你切坏了必须要赔的，那我就不敢切了，我也不敢承担这个风险，只能是把这个旧马桶呢帮他再装回去。看到那个水箱里面的泥了吗？这地方的水质也不好。客户说这个旧马桶用了也只有6年，冲水的时候晃晃悠悠就是下不去，我看他那个水垢啊也是结得太厚了。这个旧马桶装上这个位置刚刚好，和水管还有2到3公分的距离。这马桶装上怎么用啊？估计还是不行。这马桶油也不行了，晃晃悠悠啥不行。就这种冲水状态，估计有一点便秘，立马就堵了。不过有这一次拆的经历，客户也知道了，这个马桶其实适合买30坑距的，那他下次买个30坑距的就可以安装了。目前他要使用，我就建议他用那个洁厕灵倒上一瓶，让他泡去吧，泡上1夜，也许这个效果会好一点，最起码把那个前面的喷射口周围的那些尿垢全部都能腐蚀的泡起来。来之前装新马桶的时候，我问他这个坑距你量了吗？买的时候他说等了。现在我才发现他量坑距的方法都不知道是怎么量，都无法确定。他旧马桶都没有掀起来，都没有看到那个下水管的位置，他是怎么量出来40坑距的，我就不清楚了。现在真正告诉他，尺子顶着那个后墙，然后等到下水管的排水管正中心够40才可以装40，或者大于40也装40，一旦小于40的就选择30坑距的马桶就可以了。不过他家这个特殊情况，不是说40马桶不能装，是他的水管碍事了，刚好顶着坐便了。如果不顶坐便的话，40马桶就完全可以装进去。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换30了，马桶可能要靠前一点。就这一个小小的失误，导致这个客户买回来的马桶不能装，然后马桶拆了又装，里里外外花了100多块钱。为了让大家更深刻了解到这个坑距测量的方法，比如说我们新房买马桶直接就可以测量，我们旧房子要换马桶如何去测量这个坑距。现在画一个草图，就是这个相当于一面墙，这是我们马桶正对的那个后方的墙。然后这个坑距怎么测量呢？就是用尺子顶着这个墙，直接顶到这个管道的中心这个位置，然后你看这个数据大于等于40的40公分的，也就是你买40的坑距马桶，大于等于30的，当然是小于40，你只能选择大于等于30的，那你就选择30坑距，也就是从这个墙到这儿30的、35的、38的都可以选择这个坑距来装。如果是我们的旧房子如何测量呢？旧房子就要麻烦一点了，这个也不要嫌麻烦，
这个马桶如果买错了，你回来再退货，要打木架子呀，用费少则200、300，这个损失比较大。所以很多客户买错了也就不介意不退了，就是收起来给亲戚朋友用，或者卖给别人了，那都便宜处理了。所以我们在旧马桶如何弄呢？就是用刀子你把那个玻璃胶给它割了，割了以后呢，我们把马桶还是要掀起来一点，从侧面把这个马桶掀过来，掀起来一点，用尺子去量这个墙到管道中心的距离，这样是比较标准的。如果你不拆的情况下，你是这么量的话，你都无法判断这个坑距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，很难判断的，所以要拆。但是拆了马桶以后，如果你用的时间长，打胶再把它封起来。如果你不封的话，你把它轻轻放倒，继续使用也可以，但是不建议蹲到马桶上。看过很多视频，有一些人蹲在马桶上，最后马桶的胶开了，把马桶踩翻了，然后马桶破了，人也受伤了。这个案例也很多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个实际尺寸从这儿量到这儿的数据直接报给客服，我们家从墙到管道中心的距离是多少，然后客服就会告诉你你应该选择多大的。你不要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拍，你拍30他就发30，你拍40他就发40，到时候错了也是你选错了，并不是厂家发错了。所以这个东西也很重要，大家涉及到买马桶或者换马桶的时候，一定对这个坑距要熟知。